当一群机制怪里面出现了一个数值怪，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想这个数值得有多大。你穿越了，但系统要你选择以下能力作为金手指：1. 时间主宰；2. 无尽空间；3. 命运指引；4. 因果丝线。当你看到第5个选择时，发现就2字：劲大。你看着格格不入的第5个选项，陷入了沉思。这劲大到底得有多大才能被称为劲大呢？你倒要看看这个劲大是有多大。于是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5个选项，穿越到了玄幻世界。烈日毒得像要把人晒熟，你把锄头往地里狠狠一插，泥土都被崩起一层灰。穿越到这个叫天蓝界的修真世界后，你没捞着什么天命之子、豪门赘婿的好命，反而成了青云宗最底层的外门玲珑，没有灵根，没有背景，每天种地、挑水、挨骂，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肚子咕噜一声响的时候，你甚至有点怀疑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一个饿死在仙门的穿越者。也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突然在你脑海里炸开。检测到宿主强烈求生欲，绝对力量系统绑定中，绑定成功，新手大礼包发放，请在以下5种本源法则中选择其一作为初始天赋。下一瞬，整个世界都静止了，风不动了，云不飘了，半空中的飞鸟像被定住，连尘埃都停在了空中。你心脏狂跳，知道这不是幻觉。你这穿越者迟到的金手指终于到了，5团光球在你面前依次浮现。时间法则执掌过去未来，一念光阴倒流；2. 空间法则遨游维度寰宇，一念横跨星海；3. 命运法则拨动命运之弦，众生皆为其子；4. 因果法则沾染即为死结，万法不沾其身，每一个都特效拉满，逼格高的吓人，随便拎一个出来都像是能毁天灭地的东西，你看的眼睛都直了，几乎想闭着眼随便点一个。可偏偏这时肚子又叫了一声，这一声把你从执掌诸天的美梦里硬生生拽回了现实。你低头看了看自己晒得发黑的胳膊，又看了看眼前这块还没翻完的底，思路一下就清晰了。时间倒流能替你锄地吗？不能。空间穿梭能替你挑水吗？不能。命运因果听着是牛，可你现在最缺的是一口饱饭，不是一句高深莫测的道语。于是你把视线移到了最后一个选项上，那是个最不起眼的白色光团，连意象都没有，只有2个朴实无华的大字：劲大。你眼睛一下亮了。劲大好啊，劲大了，一锄头下去能翻一大片地，挑水能多挑2担，稻子收成好了能换更多零食，零食多了就有肉包子吃。什么时间、空间、命运、因果，通通往后排。你毫不犹豫伸手点了上去。我选5，劲大。宿主选择完毕，大道至简，力乃万物之基。恭喜宿主触及力量本源，系统功能已全部移交，开始自我卸载。祝您用餐愉快。还没等你反应，一股暖流已经流进4肢百骸，然后机械音彻底消失，像是从来没出现过。静止的世界也恢复了流动，蝉鸣重新钻进耳朵里，风照样吹，云照样飘。你站在原地愣了半天，只觉得自己像被坑了。不是，这就没了。别人家的系统要么抽奖，要么商城，要么签到，再不济还有个客服。你这系统倒好，给了个选项，选完就跑，连售后都没有。你正憋着一肚子火，不远处又传来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哟，这不是咱们青云宗的大贤人林凡吗？怎么不好好伺候你的领导，坐这儿等死呢？来的是外门管事李执事，一个靠溜须拍马爬上去的小人，最爱干的事就是欺压你们这些没背景的底层玲珑。他走到田边，看了一眼你那片半死不活的领导，立刻露出嫌恶的表情，抬脚就把你刚挑回来的木桶踢翻了，哐当一声，井水洒了一地，瞬间被晒得蒸发干净。你拳头一下攥紧，那是你走了2里山路挑回来的水。李执事却像没看见你的脸色，慢悠悠从怀里摸出一块下品零食，在你眼前晃了晃，又揣回自己袖子里。这个月你种的最差，按规矩月俸扣了。闲人就该有闲人的觉悟，连地都种不好还想修炼，下辈子吧。你胸口火烧一样，可看着他身后那几个修为比你高的跟班，最终还是忍了下来。李执事满意的哼了一声，带人走远，嘴里还骂骂咧咧：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人也配待在仙门。等人走了，你才长长吐出一口气，弯腰去扶木桶，手指随手捏住地上一块碍事的玄铁矿石，想把它扔开。那是一块出了名坚硬的矿石，连内门弟子的飞剑都难在上面留痕。可你刚一用力，噗一声闷响，那块拳头大的玄铁矿石就那么在你指尖被化成了粉末，细得像黑色面灰，从指缝里簌簌往下落。你整个人僵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风一吹，黑粉散了一地。你低头看看手，又看看地上的粉，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你这劲儿好像真有点太大了。接下来的3个月，你发现自己这天赋远比想象中离谱。它不是给你一瞬间暴涨的蛮力，而是像没上限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往上加。吃饭会变强，睡觉会变强，挥锄头会变强，连呼吸都在变强。以前100来斤的金刚锄头，你现在拎着跟稻草似的，一整缸水，你单手提起来就走，脸不红气不喘，开垦林田的速度更是快得吓人。别人3天翻完一块地，你半天就能狠狠干完。唯一不变的是，你身上依旧没有半点灵气波动，所以在外人眼里，你还是那个平平无奇、毫不起眼的外门玲珑。你对此很满意，对你来说，力气大就够了。至于修不修仙、成不成道，那都得排在吃饱饭后面。3个月后，你站在田埂上，看着自己面前那片金灿灿的灵道，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每一岁都沉甸甸的，灵光隐隐，稻香扑鼻。这可是你这3个月拼命干出来的收成。按你的估算，起码能换100块下品零食。到时候别说吃肉包子，你甚至可以豪横一点，吃一碗放一碗。你蹲在田边，摸着稻穗，心里已经开始计划未来的饭单。可就在这时，天上突然轰隆一声，像有人把苍穹生生锤开了。你抬头一看，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天已经黑了，乌云翻滚，紫雷乱窜，2道流光一黑一青，在万米高空疯狂碰撞，每撞一次都炸出一团遮天蔽日的光，连方圆100里的灵气都被搅得暴走。神仙打架，你脸色一下变了。果然，下一刻高空就传来咆哮。青光里，青云宗太上长老怒喝：玄冥老怪，你敢闯我青云宗地界！黑光里，玄冥老怪阴森冷笑：交出升仙图，否则老夫今日便荡平你
满山弟子。两个元婴老怪就这么狠狠干上天。对宗门修士来说，这是难得一见的顶级大战；对你来说，这就是纯纯的无妄之灾。果不其然，又一次法术对轰之后，失控的余波化作肉眼可见的冲击波，从天上横扫下来。远处山林顷刻被夷平，外门弟子居住区房倒屋塌，惨叫四起。而那股狂暴飓风正笔直地冲着你的灵田来。我的领导，你眼都红了，想都没想，整个人直接扑倒在田里，张开胳膊死死护住那片即将成熟的稻田。余波砰地撞在你后背上，像一辆火车迎面碾来。换成别人，早已筋骨寸断，可你只是微微晃了一下，硬是像一根钉子一样扎在地里，一边顶着冲击，一边把天上那两个老东西祖宗18代全骂了个遍。你本来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谁知道眼看自己落入下风，玄冥老怪竟然急眼了，直接祭出本命法宝锁天罗盘。一个巨大罗盘虚影当空铺开，转眼笼罩百里，一股诡异而霸道的法则之力瞬间压了下来。太上长老惊呼：不好，是因果律法宝！这一刻，树木停止生长，开始枯萎，修士灵力被强行剥离，气息暴跌，连生灵体内的生机都在流失。你也感觉自己好像被抽走了一点什么，但对你来说，那点损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你身下的灵道不行，灵道的果是成熟结穗，在锁天罗盘的剥夺下，你眼睁睁看着那片金灿灿的稻田迅速枯黄干瘪，最后噗的一声，整片化作飞灰，风一吹，灰烬就从你指缝里漏了下去。那一瞬间，你整个人都安静了。你看着手里的灰，只觉得脑子里有根线突然断了，那不是灵道，那是你3个月的命，是你接下来一整段日子的包子、馒头和活路。天上的玄冥老怪还在狂笑，今日这方圆百里，无论人还是物，都要为老夫这罗盘陪葬。你缓缓站起身，低着头，没人看得清你的表情，你只是默默握紧了手里那把被余波震弯的生锈铁锄头。陪灵道这一声，你没喊出口，却像在心里炸开了雷。你对准高空中那个装神弄鬼的黑袍身影，摆出了自己做了无数遍的再标准不过的锄地姿势，然后双臂发力，狠狠干了出去。没有灵气，没有法光，没有一点花里胡哨的神通异象，只有纯粹到极致的力量。锄头挥出的刹那，前方扇形区域的空气被瞬间压缩排空，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白色真空乱流。所过之处，空间像纸一样被硬生生撕裂，一道道黑色裂缝炸开，碎片像玻璃似的乱飞。玄冥老怪那张狂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他引以为傲的锁天罗盘连一个眨眼都没撑住，就在那道纯雾里乱流下，咔嚓一声，整个炸裂，化作漫天灵光。玄冥老怪当场一口血喷了出来，满脸都是骇然。不可能，这是什么？他的话没来得及说完，那道撕裂空间的乱流已经将他整个吞没。没有爆炸，没有惨叫，他连同半座高山一起被化为了比尘埃还细微的虚无，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掉。临死前，他只剩下一道神念，带着极致的恐惧和不解，响彻天际。这是什么至高法则？你站在田边，手里铁锄咔的一声断成2截。你看了看那座被削平了半截、切面光滑如镜的断山，挠了挠头，随手把断掉的锄头扔到一边，嘟囔了一句：什么法则没法则啊，就是劲儿大。说完，你连天上的情况都懒得再看，弯腰回到田里，在一地飞灰中心疼地扒拉了半天，最后只捡到半碎没彻底化灰的灵道。你叹了口气，抱着那半碎可怜巴巴的稻子回了破草屋。抹平元婴老怪，劈平半座山这种事，对你来说远没有明天吃什么重要。可半空中目睹了全过程的青云宗太上长老已经彻底傻了，他看着那光滑的像镜面的断山切口，又看着你离去的背影，浑身都在哆嗦。那不是害怕，是震撼到极致后的狂喜。他猛地想起宗门一个流传万年的古老传说，青云宗开山祖师其实并非法修，而是一位早已绝迹的远古体修大能。传说他并未飞升，而是隐于宗门之中，化身凡人，游戏红尘，静待时机。太上长老越想越激动，眼睛都红了，一击粉碎因果律法宝，纯粹力量撕裂空间。这是立志大道修到极致后诞生的破法神力，错不了。那位前辈定然就是我宗传说中的隐士老祖。他颤抖着掏出传讯玉简，拼尽全力吼道：速报宗主，我宗隐士老祖苏醒了！喊完，他两眼一翻，激动的直接从天上栽了下去。而草屋里，你抱着那半碎灵道发呆，满脑子只有一个问题：这点米够煮一顿吗？很快，宗主楚天阔带着12封封主赶到现场。当他们看见那座被削平的断山时，所有人都沉默了。丹顶峰峰主脸色发白，烈阳峰峰主伸手探了探残留气息，差点当场站不稳。切面上没有灵力，没有法力，只有一种纯粹到令人头皮发麻的湮灭之力，连空间法则的裂缝都还没完全愈合。这绝不是元婴能做到的，甚至不止化神，这是真正的一力破万法。楚天阔深吸一口气，再顺着战场往下看，目光落到了唯一一片安然无恙的土地上。你的那块灵田，那块地明明就在冲击和法宝笼罩的正中心，却完好无损。更可怕的是，泥土颜色已经变成一种深邃的黑，灵气浓郁的近乎化不开。精通地脉的峰主蹲下一看，失声惊叫：极品灵壤，不比极品灵壤还强10倍！这种土种灵药，100年一熟都不夸张。一群峰主当场脑补的飞起，老祖出手时就站在这里，他护住的不是自己，是这片庄稼。更在不经意间，用破法神力将凡土淬炼成无上宝地。好一个一念护凡河，一怒退元婴，这才是前辈高人的风范。越想他们越觉得合理，于是楚天阔当场下令，今日之事列为宗门最高机密，谁敢外传，废修为，逐出宗门，此地封为祖地，任何人不得擅入。全宗暗中搜寻化身凡人的隐士老祖，但只需远观，不许惊扰。整座青云宗当场因为你一个人进入了最顶级的戒备状态，而你对此一无所知。你在草屋里踏踏实实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看着空掉的田，心还是抽了一下，但很快又重新振作起来。地没了可以再种，人活着总得吃饭。你走到墙角，搬开一块松动的地砖，从下面取出一个用油布层层包好的小布包，打开后，里面静静躺着3颗金灿灿的稻种，像金子
打出来的一样，这是你3年前刚穿过来时，用半个馒头从一个快饿死的老农那里换来的。老农说这是上古黄金龙牙米的种子，一颗下去能让人脱胎换骨。你当时只当他胡吹，可见种子品相非凡，还是一直没舍得用。现在你所有的希望都在这3颗种子上了。你走到田边，看见泥土黑得发亮，随手抓了一把，只觉得格外松软肥沃，还带着惊人的灵气。你也没多想，只当是昨晚神仙打架把土给打肥了。你郑重地刨了3个小坑，把3颗黄金龙牙米依次埋进去，又小心翼翼浇了水。看着这块重新承载希望的地，脸上总算有了点笑意。可好景不长，一道嚣张至极的声音很快就打破了清晨的安静。哟，这不是那个废物林凡吗？昨天居然没被震死。你抬头一看，来的是王腾，这人是李执事的亲侄子，仗着叔叔撑腰和自己筑基初期的修为，在外门横行霸道，跟班跟了一串。可他走到近前时，第一眼看的不是你，而是你脚下这片黑土。那双眼睛瞬间就亮了，好一块宝地。他大笑一声，随手丢给你半块碎灵石。你这无用之人，这块地本少爷征用了，这半块灵石算你的搬家费。你没看地上的碎灵石，只平静开口：王师兄，这地是宗门分给我的，而且我刚种下种子。种子。王腾冷笑一声，抬脚就踩进了地里，对准你刚埋下的地方狠狠干了下去。扑哧，他脚下用力来回碾了2下，再抬起脚时，一抹刺目的金色已经糊在鞋底。那颗黄金龙牙米被他直接踩烂了，你的身体一下僵住了。王腾还嫌不够，居高临下看着你，笑得残忍又得意。一个凡人也配占这种宝地？我猜你的种子是给你脸，现在带着你那点破烂，给我滚！你慢慢直起身，低头拍了拍手上的你，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惊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然后你抬眼看着他鞋底那抹金色，轻声问了一句：你知不知道这颗种子我攒了3年？王腾被你看得莫名心里一虚，随即又恼羞成怒，唰地拔出长剑，剑身上烈焰腾起3尺高。怎么，你一个凡人还想跟本修仙者动手不成？他身后的跟班顿时兴奋起来，是烈火剑诀，这小子死定了！炙热剑气扑面而来，你皱了皱眉，有点考脸。于是你抬起右手，对着王腾那张嚣张的脸，随手就是一巴掌，动作甚至称不上用力，像拍一只碍眼的苍蝇。可这一掌挥出时，空气却在你掌前瞬间被压缩排空，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半月形白色气墙。王腾那看起来挺像样的烈火剑气，撞上去连个响都没发出来，直接就灭了。王腾脸上的狞笑当场僵住，下一秒，啪！那声音清脆的像天雷抽下来的一记耳光，整个外门都仿佛安静了一瞬。王腾的脸在接触到你手掌的刹那，瞬间承受了无可匹敌的重压，紧跟着一股恐怖到无法形容的动能在他身上炸开，一圈白色阴暴云轰然扩散，把身后那群跟班全部掀飞。而王腾本人则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化作一道细长黑点，拖着长长的白色尾迹，突破阴障，朝着青云宗内门方向直射而去，眨眼消失在天边。那群跟班摔得七荤八素，爬起来时人都傻了，他们看看天空，又看看你，表情像见了鬼，半天才有一个人哆哆嗦嗦问出一句：刚刚是什么东西飞过去了？没人回答，你甩了甩手，像是掸掉什么脏东西，转身蹲下，小心翼翼把那颗被踩烂只剩小半截的黄金龙牙米重新刨了出来。金色浆液混着你，生机已经少得可怜。你叹了口气，还是把它郑重埋了回去。死马当活马医吧，对你来说，刚才打飞一个什么王师兄，远没有这半颗种子能不能活重要。而10里之外，青云宗内门议事大殿，宗主楚天阔和12峰主还在商量隐世老祖的事情。祖弟必须列为禁区，派金丹长老轮值守护，暗中寻访老祖，切不可惊扰其红尘修行。正说着，大殿中间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整座大殿都跟着晃了晃，灰尘簌簌往下掉，众人瞬间如临大敌，灵力齐齐爆发。可等看清眼前场景时，全都愣住了。大殿中央那根叼着9条盘龙的承重巨柱上，赫然嵌着一个人，四肢张开，严丝合缝，像被谁用尽全力呼上去的一样。那人经脉寸短，气息奄奄，只能勉强从衣服上认出身份，正是赵长老的侄子王腾。腾儿，掌刑长老赵无极一眼认出人，瞬间暴怒。他身为金丹修士，神识一扫，很快就锁定了10里外那片刚被他们封为祖地的灵田。下一刻，赵无极的咆哮声已经震得整个外门嗡嗡作响。何方妖孽，敢伤我侄儿至此，今日我必将你神魂俱灭！话音未落，他已化作一道金色长虹，带着滔天杀意，笔直冲向你的小破屋。草屋前，你刚给半颗种子浇完水，听见天上传来的怒吼，额头青筋都跳了一下。你抬起头，看着那道越来越近的金光，只觉得头大。怎么又来一个？你拍了拍手上的你，眉头越皱越紧，还让不让人好好种地了？轰！金光撕开云层，像一轮坠地的烈日，裹着金丹修士毫不遮掩的威压，笔直落在你的灵田上空。来人正是刑罚长老赵无极，须发倒竖，双眼赤红，周身经验翻滚，杀气几乎凝成了实质。他人还没真正落地，你那间刚搭起来的破草屋就先扛不住了。咔嚓几声，屋梁断裂，整间草屋瞬间塌成一地烂木头，四周树木齐齐折断，地面裂开蛛网般的缝隙，唯独你还站在原地，低头看着自己刚埋下的种子，脸色越来越差。赵无极本以为能在这里看见什么凶神恶煞，结果神识一扫，愣住了。你体内空空荡荡，别说灵力，连一丝修炼痕迹都没有，的确就是个凡人。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凡人，把他筑基期的侄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还把人直接糊进了内门大殿的盘龙柱里。赵无极先是一怔，下一刻眼里的怒火却迅速转成了贪婪。他瞬间脑补出了唯一的解释：你身上一定藏着某件逆天法宝，而且还是连他金丹神识都看不穿的宝贝。原来如此。赵无极盯着你，不怒反笑，笑得阴森又狂热。一个凡人怎么可能伤到腾儿？小子，把你身上的法宝交出来，老夫或许还能给你留个全尸。你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了看地里那2颗半种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帮修仙的脑子是不是都不太正常？见你不打，赵无极也懒得再装，直接翻手击出一块赤红阵盘。既然
然敬酒不吃，那就连你和法宝一起练了。阵盘脱手抱枕，刹那间覆盖方圆1里气。九龙离火大阵，嗡的一声，赤色光幕倒扣而下，瞬间把你和整片灵田都照了进去。下一刻，9声龙吟同时炸开，无尽火海平地而起，9条百丈火龙从阵中凝聚，灵爪狰狞，烈焰焚空，咆哮着盘踞四方，高温一层层压下来，地面瞬间焦黑开裂，空气都被烤得扭曲。远处那些被惊动的外门弟子一看见这阵势，全都吓白了脸，疯了！赵长老居然把护风大阵都搬出来，这是要把林凡连同这一片地都烧成琉璃啊！一个外门弟子，至于吗？可你根本没心思理他们。火海升起的第一时间，你反而转过身，用后背死死护住了刚埋种子的那3处土坑。火太大了，别把种子给烤熟了。然而火龙越逼越近，热浪扑面而来，你的头发、衣角都开始发焦卷曲，你忍了又忍，额角青筋却还是一点点跳了起来。这些人是不是没完了？先挥你的灵道，再采你的种子，现在又想连地一起烧。终于在9条火龙同时朝你扑下来的那一刻，你抬起头，眼神也彻底冷了，吵死了！你松开护住土坑的身体，站直了，双脚分开，缓缓抬起双手，掌心相对，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像是要拍一下手。与此同时，内门议事大殿中，宗主楚天阔和12峰峰主正在商量隐世老祖的事。可就在这一瞬，所有人脸色齐齐一变，像是同时被什么东西捏住了心脏，一股无法形容的毁灭气息正从外门那片祖地方向疯狂酝酿。那不是灵力，不是法则，更不是任何他们熟悉的神通，而是一种纯粹到极致，足以把万物都压成虚无的力。楚天阔头皮瞬间炸了，不好，赵无极那个蠢货！可已经迟了，草屋废墟前，你双掌合拢，啪，没有灵光冲天，也没有惊雷炸响，只有一圈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浪，以你为中心无声扩散。下一秒，那9条刚才还焚天逐海的火龙，就像9根被风吹灭的蜡烛，连哀嚎都来不及发出，便噗的一下，同时熄灭。紧接着，白色气浪撞上9龙离火大阵，咔嚓咔嚓，光幕像玻璃一样瞬间布满裂纹。赵无极脸上的狞笑还没来得及收起，那股恐怖至极的崩灭之力就已经顺着阵法反噬了回去。这不可能！砰！阵盘当空炸碎，赵无极一口血喷了出来，护体罡气瞬间粉碎，体内气机紊乱，经脉受损，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天上砸落，在地上轰出一个深坑，烟尘散去，他半截身子陷在土里，灵力涣散，眼神却比受伤更可怕，那是一种道心被生生打烂后的茫然和崩溃。凡人怎么可能没有灵力，没有法则？这不修仙，这不修仙啊！他疯了。而与此同时，楚天阔和12峰峰主也终于赶到，他们来得正巧，刚好看见你拍完手，低头嫌弃地揉了揉自己微微发红的掌心，再看一眼四周，火龙全灭，大阵尽碎，金丹长老废在地里像条死狗，所有人都沉默了。可这一沉默只持续了一息，下一刻，楚天阔背上的冷汗就像瀑布一样淌了下来，别人看不懂，他却看得清清楚楚。你刚刚那不是拍手，而是以力之大道排开空间，扭曲规则，直接形成了一片纯粹的破法领域。扇扇风就能吹灭护风大阵，拍拍手就能震废金丹长老，这不是老祖谁是老祖？更要命的是，赵无极这个蠢货居然还真把人惹炸毛了。楚天阔连飞都不敢飞吻，身形一滞，直接从半空中扑通一声滑跪到了你面前，双膝把地面砸出2个深坑，额头死死抵着泥土，声音都在发抖。晚辈楚天阔管教不严，惊扰前辈清修，罪该万死，还请前辈息怒，饶恕宗门无辜。他一跪，后面12峰峰主也全跪了，恳请老祖息怒。这一幕把远处一群外门弟子全看傻了，高高在上的宗主和峰主居然齐刷刷跪在你面前，头都不敢抬。而你也懵了，你看看地上跪成一片的人，又看看自己有点发红的手掌，半天才憋出一句：我就是觉得太热，扇了扇风。这不用我赔钱吧？一句话把楚天阔吓得头都快磕出火星子了。不敢，绝对不敢！是赵无极有眼无珠，死有余辜。说完，他生怕你再计较，连忙把最大的诚意全抖了出来。前辈若愿继续在宗内体验红尘，晚辈愿将内门天一灵境奉上。那里是我青云宗最顶级的灵田，紫金灵壤，万年灵泉浇灌，灵气浓郁100倍，而且包吃包住，绝不会再有人打扰前辈主。清修，你本来还想拒绝，可顶级灵田、万年灵泉、包吃包住这几个词一进耳朵，你眼睛当场就亮了。那可是好地啊！好的意味着收成，收成意味着吃饭。你立刻换上一张非常朴实的笑脸，拍了拍楚天阔的肩，早说啊，你这人能处，走着。于是，在全宗弟子恍如做梦的目光里，你扛起断锄头，跟着卑躬屈膝的宗主一路进了内门。从这一天起，青云宗的天算是彻底变了。天意灵境悬在云海之上，是青云宗灵脉源头。你一脚踏进去，整个人都愣了。脚下的泥土是紫金色的，细腻松软，灵气雾化，抓一把都像在发光。旁边还有一道清泉自玉壁流下，灵气精纯的吓人。对修士来说，这里是圣地；对你来说，这地方简直就是种田天堂。你二话不说，蹲下去抓了一把土，放在鼻尖仔细闻了闻，又用手指捻了捻，脸上终于露出了穿越以来最真诚的满意笑容。不错，真不错，土质疏松，腐质质足，但灵甲配比也完美，这才叫好的。一旁的楚天阔听得头皮发麻，但灵甲这是什么上古大道真言？天之清气，地之灵域，人之交感，三才合一。他越想越震撼，连忙掏出玉简，郑重其事地把这3个字刻了进去，准备回头和12峰峰主一起参悟。你看了他一眼，心里只剩一个评价：果然又犯病了。不过你也懒得理，转身又去尝了尝那股灵泉，越尝越满意，水质也好，微量元素足，用来浇地正合适。楚天阔见你心情不错，立刻又献宝似的递上一个储物袋，里面装的全是宗门珍藏的顶级灵药和灵果，万年雪玉参、9叶仙草、龙血果、玄灵芝，随便一件拿出去都
都够外头抢破头。可你低头看了一眼，眼睛却比刚才还亮。哟，这不都是上好的有机肥吗？楚天阔，你拎起那根万年雪玉参掂了点，认真点评：这个含水足，打碎了发酵做氮肥不错。这个9叶仙草也行，补微量元素。说着，你越看越满意，恨不得当场开欧。楚天阔听得心惊肉跳，可偏偏还得笑着点头。前辈说的对，说的极是。很快，他便识趣的退了出去，还亲自下令把天翼峰方圆10里列为禁区，派最强长老守着。别说人，连只苍蝇都不许飞进来烦你，而你一点都没跟他客气，当晚就把那些所谓的宗门至宝全倒出来，抡着断锄头剁了个稀碎，拌上紫金灵壤和灵泉水，堆成了一个飘着药香和宝光的肥堆。行了，沤上几天，差不多就能用了。然后你又开始松土，这地虽然好，但常年被灵阵养着，多少有点板结。你一锄头砸下去，整座天翼峰都跟着晃了一晃。轰！烈阳峰峰主正闭关冲击元婴，被这一下震的灵力当场散掉，挖的吐出一口血。你第2锄头下去，内门10几位长老齐齐变了脸。第3锄头、第4锄头，整座内门像小地震一样晃个不停。可那些人神识一探，发现震源来自禁区天翼峰，顿时一个个把骂人的话全咽了回去，敢怒不敢言。同一时间，圣子殿内闭关3年的石门也轰然炸开，冲天剑气直入云霄，半个内门的飞剑都跟着嗡鸣震颤。白衣胜雪的青年踏出石门，气息如渊，赫然已是金丹大圆满。他叫楚天骄，宗主之子，青云宗公认的第1天才。可他刚出关，就听说自己预定的天翼灵境被人占了，而且占地方的居然还是个凡人。楚天骄当场就笑了，那笑意冷得像冰。很好，看来是有人活腻了。很快，他便闯进议事大殿。那时的楚天阔正和12峰峰主围着，但灵甲3个字研究的面红耳赤。父亲，楚天骄站在门口，声音冷得发沉。为什么把天翼灵境让给一个凡人？楚天阔脸色骤变，立刻喝止那位前辈身份特殊，不许打听，更不许招惹。可他越这么说，楚天骄越觉得荒唐。一个凡人凭什么叫前辈？又凭什么住他的地方？他根本听不进去，转身便走，只丢下一句：明日演武大会，我会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人能让父亲你卑躬屈膝到这种地步。楚天阔看着儿子的背影，脸都青了。他知道麻烦来了。第2天，全宗演武大会如期举行。你是被楚天阔恭恭敬敬请过去的，而且直接被安排在主看台最高处，视野最好，点心最全。你本来嫌麻烦，可一看桌上有灵果有瓜子，也就勉强坐下了。底下弟子打得热火朝天，你却看得有点犯困，顺手拿起灵果当瓜子嗑，咔嚓咔嚓吃得挺香。很快轮到楚天骄出场，他一袭白衣，一剑便把对手送下了擂台，台下顿时山呼海啸，圣子无敌。然而他根本没把那些欢呼放在眼里。下一刻，他抬起头，隔着1000米远的距离，目光像箭一样直刺主看台，精准锁定了你，一个毫无灵气的凡人，也配坐在那里？可赶下来，接我一剑！全场瞬间安静。楚天阔脸色大变，几乎要从座位上蹦起来。可偏偏就在这时，大长老却伸手拦住了他，慢悠悠地笑道：宗主何必如此紧张？既是前辈，指点一下晚辈，不也正好？楚天阔气得手都在抖，这群蠢货分明是在拿命试探，可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你只是嗑着瓜子，皱了皱眉，心里还在嫌弃今天这瓜子有点咸，下次得让他们少放点盐。而这份无视，落在楚天骄眼里，简直就是当众羞辱。他再也忍不住，直接化作一道剑虹，轰然落上主看台。枪长剑出鞘，一道剑气擦着你的耳边飞过，把你身后的韩愈座椅1分为2。我在跟你说话。楚天骄持剑而立，白衣烈烈，眼神冷得像看死人。你终于停下了嗑瓜子的动作，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烦。这小子实在太吵了。楚天骄见你抬头，嘴角顿时勾起一抹冷笑。下一刻，金丹大圆满的气息彻底放开，一丝剑道法则也随之弥漫而出。能败在我的幻影剑道之下，是你的荣幸。话音刚落，他的身影便骤然虚化，1道、10道、100道、1000道、万道，刹那间，无穷剑影充斥了整座主看台，每一道都锋利的像要割开灵魂，彼此交织，封死你所有退路。台下弟子一片骇然，连那些长老峰主都变了脸色。法则之力，圣子竟然已经摸到剑道法则的门槛了。这一剑，元婴初期都得暂避锋芒，可你看着那一大片晃来晃去的剑影，却只觉得眼睛疼，像个大号灯球。你先低头护住了怀里那半盘瓜子，免得被剑气掀翻，随后抬起头，实在没忍住叹了口气，真没法沟通。楚天骄立于万剑之巅，声音冰冷至极。现在低头认输，然后滚出天翼灵境，我可以留你颜面。你懒得跟他废话，只是从盘子里捻起一枚刚嗑完，还带着点湿气的瓜子壳，用拇指和中指轻轻夹住，一个再随意不过的动作。但瓜子壳，下一瞬，你指尖一弹，那枚轻飘飘的瓜子壳离指的刹那，空间都在不足1寸的范围里微微塌陷了一下，紧接着它便消失了，只剩下一道快到任何人神识都捕捉不到的流光，瞬间撕开空气，笔直穿过了满天剑影。那些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剑影，连碰撞声都没有，便沿着那道流光成片崩解，像被什么更高层次的规则直接抹掉了存在。楚天骄脸上的傲慢还挂着，人却已经感觉到了极度的危机，可他来不及躲，更来不及反应，扑哧一声极轻的闷响，那道流光精准击穿了他的发髻，下一秒，恐怖到无法形容的力量才在他头顶轰然爆发。楚天骄整个人像被一柄看不见的神锤正面砸中，护体剑罡瞬间粉碎，身体以比冲上来看台时更快10倍的速度倒飞出去。咚！他飞越整个演武场，最后被死死定在了镜头那面1000丈玄铁崖壁上，白衣碎裂，长发披散，双臂双腿无力垂下，整个人像一幅被定歪了的画。随着山峰微微摇晃，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僵住了。他们看看崖壁上那个白点，再看看看台上还坐得稳稳当当的你，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最先冲过去的是大长老，他又惊又怒，咆哮着扑到崖壁前，伸手就要把楚天骄拔下来。可当他的手指碰到那件暗器时，整个人却猛地僵住了，因为把楚天骄定死在玄铁崖壁上，根本不是什么法宝飞剑，而是一枚已经烧得焦黑的瓜子壳。大长老看着那枚瓜子壳，
脸上的愤怒一点点碎掉，最后只剩下彻骨的惊恐和茫然，他的道心也跟着裂了。而另一边，楚天阔却差点喜极而泣。对，就是这样，用一枚瓜子壳破圣子剑道，震金丹圆满于千丈绝壁，这才是老祖该有的手段。他赌对了，青云宗赌对了，可你却半点都没觉得这是有多值得激动，你只是拍了拍手上的瓜子屑，站起身，满脸嫌弃的看了眼底下乌泱泱的人群，以后这种杂耍就别叫我了，吵得很。说完，你扛起断锄头，转身就想回去，我还得给地浇水呢。可偏偏就在这时，你脚步忽然一顿，不只是你，整个青云宗上下所有人也都在同一时间感觉到了一股钻进骨头缝里的阴冷和不祥。众人齐齐抬头，原本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已被无边无际的血云彻底吞没，云层像翻滚的血海，一股浓郁到令人作呕的煞气混着滔天怨念，顷刻间笼罩山门。结，刺耳的怪笑从血云深处传来。下一刻，云层裂开，1艘、10艘、100艘、上百艘由森白巨骨拼接而成的战船，缠绕着无穷黑气，从血云中缓缓驶出，遮天蔽日，把整片天都压暗了。紧接着，一道充满杀意的声音如魔音贯耳，响彻整个青云宗。青云宗的家伙们，准备受死吧！奉我宗主之令，今日便是你们灭宗之日。血魔宗大举来犯，血云一压下来，你就知道这帮人不只是来踩地的。上百艘由森白巨骨拼成的战船，从翻滚的血云里一艘接一艘探出头来，船手巨大的魔手雕像空洞的俯瞰着青云宗，幽绿鬼火一闪一闪，像一群饿疯了的狼盯上了羊圈。下一瞬，血魔宗连半句废话都没有，轰！为首那艘旗舰上，一道粗壮的像山岳砸落的血色光柱，悍然轰向青云宗山门。宗主楚天阔目眦欲裂，几乎是吼着把护山大阵撑了起来，青色光幕冲天而起，勉强把山门扣在其中。可即便如此，那一击撞上来的瞬间，整座青云宗还是像被人狠狠干了一拳，山脉巨震，地面摇晃，无数外门弟子当场被震得吐血倒地。更糟的是，光幕硬生生暗了一截，紧接着血云里传来阴冷笑声，血魔宗的人直接摊牌了。青云宗护山大阵早在3000年前就被渗透，阵眼里被人偷偷种下血煞子。今天这场灭宗之战，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话音未落，上百艘古船同时开火，一道道血色光柱像末日流星雨一样砸下去，青色光幕上裂纹疯长，整个宗门顿时一片大乱，弟子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却发现头顶、四周、退路全被古船死死封住。有人哭喊，有人绝望，也有人彻底被吓破了胆。大长老跌跌撞撞冲到楚天阔身边，脸色惨白，声音都发抖：“宗主，投降吧！再打下去只会全宗陪葬。”可偏偏这时候，楚天阔反而彻底红了眼。闭嘴！他一把推开大长老：“我青云宗只有战死的宗主，没有投降的宗主。”说完，他猛地望向天一峰，那是他眼里唯一的活路。所有人死守阵眼，我去请老祖出山。楚天阔来得很快，快到几乎是一路撞着血色炮火冲过去的。可他落在天一灵境入口时，人却当场傻了。洞府前整整齐齐堵着3块小山一样的巨石，最气人的是，石头上还歪歪扭扭刻着2个大字“防盗”。楚天阔看着那俩字，整个人都沉默了一瞬，然后他咬着牙，一掌拍向其中一块巨石，元婴修为毫无保留地轰出去。结果巨石连晃都没晃一下，反倒震得他自己气血翻腾，差点当场喷血。这时候他才惊恐地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禁制，也不是什么阵法，这就是3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只是每一块都重得离谱，重得完全超出了元婴修士的理解。楚天阔脑子嗡的一声，终于想明白了，这不是前辈设下的门禁，这是前辈随手搬来堵门的3块石头，而你对外面这些压根一无所知。你正哼着小曲，一手一个大木头在灵泉边打水，外头轰轰作响，山摇地动。你抬头看了眼阴沉天色，只当是老天要下大雷雨。这鬼天气说变就变，你打满了2桶灵泉，提着水就往地里走。这几天你最得意的成果，不是什么宗门供奉，也不是什么顶级灵境，而是你花了整整3天，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那条灌溉水渠，笔直匀称，深浅一致，怎么看怎么顺眼，几乎算得上你的代表作。你甚至已经计划好了，今天把水引进去，明天那半颗种子就能正式下地。可谁也没想到，就在你弯腰准备把灵泉倒进渠口的时候，头顶突然传来一道刺耳的呼啸。你下意识一抬头，只看见一团巨大的血红光团正笔直砸向天一峰，轰隆！惊天动地的爆炸直接在你耳边炸开，狂暴气浪把你掀得一个趔趄，手里2个木桶当场飞出去，灵泉水泼了一地。你稳住身形，再低头看时，整个人都不动了。你那条挖了整整3天，引以为傲，准备拿来救活种子的完美水渠，正中央多了一个3米见方，还冒着黑烟的大坑，渠断了，水没了。刚打来的灵泉顺着那个坑无意义的往地里渗，转眼就流得干干净净。这一刻，外面的炮火声、喊杀声、护山大阵崩裂的轰鸣声，仿佛都离你很远了。你只是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坑，脸上的笑一点点消失。良久，你缓缓抬起头，目光越过整座天一峰，越过护山大阵，精准地锁定在天上那艘炮口还冒着烟的古船上。我挖了整整3天，你的声音很轻，轻的几乎像在自言自语。你们这帮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混蛋，真的惹到我了。说完，你既没去剪断锄头，也没去扶木桶，而是转身朝灵田后方走去。那里立着青云宗开宗以来就有的镇山神石，传说10万元婴修士合力都撼不动他1分1毫。与此同时，血魔宗旗舰里却是一片狂欢。那名把炮打偏的魔修还在邀功，独眼舵主也只当那一炮正好轰中了青云宗后山的地脉节点，兴奋的不行，直接下令所有古船继续填充灵力炮，对着后山无差别覆盖。在他们看来，青云宗已经是到嘴的肉，怎么切都行。可偏偏下一刻，地面上先乱了，
最先发现不对的是几个内门弟子，他们无意中一回头，看到天翼峰后方那块镇山神石，居然正在一点点离地而起，没有法光，没有灵气，没有任何神通异象，就只是单纯的被人抬了起来。巨石下方，你双臂青筋暴起，双腿深陷泥土，周围地面被硬生生踩出大片裂纹，然后你就那么把一整座小山一样的神石扛在了肩上。看到这一幕的人，脑子当场就空了。楚天阔也呆住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自己刚才为什么连堵门的3块防盗石都推不动，因为那对你来说真的只是比较小的石头。天空上，血魔宗的人同样看见了，他们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哈哈大笑。下面那个小虫子在干什么？举块石头想砸我们，可怜又可笑，死到临头还玩这套。独眼舵主脸上的讥笑才刚刚浮出来，地面上的你已经动了，你双腿一沉，腰身后拧，全身力量瞬间凝成一股，摆出了一个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投掷姿势。下一秒，猛然爆发，轰！你脚下方圆10米的大地猛地塌下去半尺，而那块重于10万斤的镇山神石，在脱手的一瞬间就消失了。紧跟着，一道流火撕开长空，拖着长长的尾焰逆冲而上，像一颗被人硬扔回天上的陨石。太快了，快到血魔宗旗舰上的警报刚刚响起，操船的人甚至来不及反应，快到防御阵法还没来得及激活，独眼舵主脸上的表情就先碎了。轰隆，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神通异象，就只是单纯的撞击。可也正因为足够纯粹，那股动能才显得恐怖到让人头皮发麻。古船的船首装甲瞬间向内凹陷，紧接着整个龙骨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扭曲爆响，最后直接从中间被砸成了2截，旗舰当场解体，无数魔修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便和碎裂的古船一起坠落长空。更多人则像下饺子一样从万米高空往下掉，重重砸在青云宗山门内外。再无声息，天空硬生生空出了一大块，而你站在天翼峰上，面无表情的收回手，甚至还拍了拍掌心的灰，像是刚随手丢掉一块碍事的烂木头。你抬头看着剩下那99艘古船，声音平静的吓人：一艘船赔不了我的水去，既然来了，就都别走了。接下来的画面，青云宗上下大概一辈子都忘不了。你走到旁边，挑了块更大、更顺手的石头，抱起来，掂了掂，然后又扔了出去，再然后第3块、第4块、第5块，你一个人硬是打出了一场修真界前所未见的防空战，小的几十吨，大的上百吨，只要被你看顺眼了，统统从后山地脉里强行拔出来，当场化作炮弹，轰轰轰轰，一块块燃烧着火焰的巨石拖着长尾焰，像逆行的流星雨一样从地面疯狂砸向天空。没有法术对轰，没有大道碰撞，只有纯粹到极致的重量和速度。而事实证明，当这2样东西够离谱的时候，灵力护盾、法宝防御、魔船装甲，统统都跟纸糊的一样。有古船被一石头凌空砸爆，当场炸成漫天烟火；有2艘古船想左右规避，结果被更大的岩石一口气串成了糖葫芦，一起解体。甚至有几个元婴魔修刚从船舱里冲出来，神通还没来得及掐完，就被一块擦身而过的碎石带起了气流，直接震得道体崩解，化为虚无。血魔宗从嚣张到惊骇再到崩溃，速度比古船解体还快。跑，快跑！这不是战争，这是碾压。他不是人，他是魔鬼。可惜现在想跑已经晚了，因为你已经越扔越顺手了。青云宗后山被你削得越来越平，天上的古船却越来越少。楚天阔仰头看着这一幕，激动的老泪纵横，嘴里一个劲儿念叨：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先加手段。直到有一块特别眼熟的巨岩被你随手抄起来，他才猛地一愣：前辈，那好像是我闭关的净石。话还没说完，他那间净石已经拖着火焰尾巴飞上了天，并且极其精准的一口气砸穿了3艘试图逃窜的古船。楚天阔身体一抖，随后立刻露出更加狂热的敬畏神色。好，扔得好，能为前辈神威尽一点绵薄之力，是他的福气。一炷香后，血魔宗上百艘遮天蔽日的古船舰队，已经只剩下最后3艘破破烂烂的在天边苟延残喘。你扔完手边最后一块顺手的石头，正准备把它们一起收拾掉，天地却忽然暗了下来，不是阴天，也不是乌云，而是一种粘稠的像血一样的昏暗，毫无征兆地罩住了整个世界。紧接着，一股远超元婴层次的恐怖威压从9天之上轰然压下，那几块还在半空飞行的巨石，竟在这一瞬间诡异地停住，随后无声无息地化成了粉末。冰冷的雨点开始从天而降，一道苍老、沙哑、充满无尽怒火的声音，直接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炸开：是谁敢毁我血魔宗基业？下一刻，世界开始扭曲，山门、演武场、古船残骸、天空、大地，全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揉碎重拼。等众人再回过神时，脚下已不再是青石地，而是一片翻滚着枯骨与残骸的血海；头顶也不再是天空，而是一个巨大的、不断旋转的血色漩涡，方圆百里，整个青云宗被人强行拖进了另一个空间——化神领域。血海之上，一名身穿血袍、干瘦如枯木的老者缓缓浮现，他须发乱舞，双目里像有2条血河在翻腾，正是血魔宗闭关1000年，传闻早已作化的化神老祖血河老祖。他一现身，楚天阔等人便彻底绝望了。元婴修士、峰主长老、内外门弟子，在这片血河界里全都被压得动弹不得。有人护体灵光被血水侵蚀，无力地沉进血海；有人连灵力都调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和同门一点点被吞没。大长老瘫在血水里，面如死灰，喃喃自语：完了，这是化神领域，我们连轮回都没了。血河老祖俯瞰着这片绝境，最后把目光落到你身上，像在看一只稍微强壮点的蚂蚁。就是你这凡人扔的石头，肉身倒是有点意思，可惜在老夫的血河界里，法则为尊，这里只有老夫的意志，你那点蛮力，在这里连一粒尘埃都驱不动。他说的很慢，也很傲，明显是在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审判感。然而你根本没听进去，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没看他，你低着头，全部注意力都在自己脚上。那双今天早上才新买的千层底部鞋，此刻已经被腥臭粘稠的血水泡透，鞋面一片污浊，脚底黏糊糊的，触感让你极其不适。你不在乎什么化神，也不在乎什么法则，你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个糟糕地方，找盆清水把脚洗了。良久，你终于抬起头，脸色第一次真正沉了下来。我刚买的新布鞋脏了。话音落下，你抬起了右腿，还是没有灵力，没有法光，甚至没有任何像样的前摇。可随着你那条腿抬起
起来，周围空间却像承受不住某种重量一样微微扭曲起来。刺啦，粗布裤腿直接崩裂，露出下面一条像是用玄铁一寸寸断出来的腿部线条。下一秒，你对着脚下那片翻滚的血海狠狠干了下去。咚！这一脚不像踩地，更像整个人间被谁拿巨锤砸了一下。白色冲击波沿着血海平面轰然炸开，所过之处，那无边无际能压制元婴的血海连一瞬都没能坚持，直接被高温与震荡波蒸发、气化，化作虚无。一脚，血海干涸，紧接着整个血河界开始闪烁、扭曲、开裂，像一面被重锤正中心的玻璃镜子，裂纹疯狂蔓延。咔嚓咔嚓擦，血河老祖脸上的傲慢彻底僵住。下一瞬，空间崩塌，法则反噬，他浑身气息萎靡到了极点，身体瞬间遭到无法逆转的重创。众人眼前景象猛地一晃，再回神时，已经重新站回了青云宗的演武场。晴空还在，山门还在，仿佛刚才那片血海只是一场噩梦。可半空中的血河老祖却已经虚幻的像一缕随时会散掉的烟，他死死盯着你，眼里只剩下无穷无尽的恐惧。不用灵力，不凭法则，你的力气怎么可能连空间都能踩碎？话音未落，他那句话神不灭道体便在余波震荡下砰的一声彻底湮灭，化作漫天飞灰，形神俱灭。只有一枚闪着微光的储物戒指从空中叮当一声掉下来，滚落在地，那可是化神老祖的全部身家。整个青云宗所有幸存的人都盯住了他，呼吸都不由自主的急促起来。而你也确实走了过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以为你终于要对这种仙家宝物产生点兴趣了。结果你走到戒指边上，连看都没看，像踢开一块碍事的小石头一样，顺脚把它踢飞到了不知哪个角落。然后你越过满地残骸，弯下腰，从碎石堆里把那个被炮火砸变形还破了几个大洞的木桶捡了起来。你提着破桶，看着上面的裂口，心疼的直叹气。哎，这下连桶都得去镇上重买一个。大战结束后，整个青云宗安静的吓人，可这种安静只维持了片刻。下一瞬，楚天阔像疯了一样扑到你面前，扑通一声五体投地，抱着你的小腿就开始语无伦次。前辈，不，祖师爷，太上祖师爷，请受弟子一拜。他一带头，身后数万弟子齐刷刷全跪了下去，黑压压一片，声浪几乎把山门都掀起来，恭迎太上祖师爷，请祖师爷恕罪。你被这阵仗吵得脑门都疼，低头看了眼抱着你腿不撒手的楚天阔，皱着眉抖了抖腿，松开。楚天阔非但没松，反而抱得更紧。祖师爷，您就是我青云宗的天，是我等修行道上的。你懒得再听，抬头扫了一圈那片黑压压的人群，平静地丢下一句：以后谁再敢来天一峰打扰我重地，我就用石头砸谁。全场瞬间死寂。下一秒，所有人脑海里都不约而同浮现出那场从地上往天上砸出来的流星雨。楚天阔更是触电一样赶紧撒手，连滚带爬退后3步，重新跪好，谨遵祖师爷法旨。从那天起，天一峰就成了整个青云宗最神圣也最恐怖的地方。别说弟子长老，连飞鸟路过都恨不得绕着走。宗门里甚至渐渐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修炼之前先朝天一峰方向拜一拜。而你呢，根本没空管这些，你忙着补水渠，忙着收拾地，忙着琢磨怎么把那半颗种子养活。半个月后，青云宗刚从大战废墟里缓过一口气，宗门大殿却突然迎来一道自中州落下的金色法旨，天蓝界最高级别的机缘之一，太古仙尊秘境即将开启。消息一出，宗门高层先是激动，接着又齐齐泄了气。如今青云宗元气大伤，拿什么跟那些中州圣地、古老世家争？人家去争的是成仙机缘，他们去了，怕是连边都摸不到。直到楚天阔一拍大腿，满眼放光：我们有祖师爷啊！一句话把所有人都点醒了。对啊，他们有你，什么圣子圣女，什么不出世天骄，什么大能老怪，在你面前不都跟天上的古船一个下场？于是楚天阔立刻焚香沐浴，整理衣冠，跑到天一峰外，对着那3块防盗石恭恭敬敬行礼：弟子楚天阔有要事求见太上祖师爷。喊了半天，里面没动静，他一咬牙，索性把来意全说了：祖师爷，太古仙尊秘境开启，事关我青云宗万年大计，恳请祖师爷出山，带我等镇压各路天骄，夺取成仙机缘。这次门终于开了，你打着哈欠走出来，看他一眼，回答的干脆利落：不去。楚天阔一愣：祖师爷，那可是仙尊传承，仙尊传承能当饭吃吗？你掏了掏耳朵，我灵道快抽碎了，离不开人。楚天阔急得嘴都快冒火了，又是白日飞升，又是与天地同寿，又是无上传承，绝世法宝，失传神功，几乎把他能想到的所有好处都说了个遍。可你还是只有一句话，没兴趣。眼看你就要转身回屋，楚天阔急中生智，猛地喊了一句：肥料！祖师爷，秘境里有最顶级的肥料。你关门的动作当场停住，然后缓缓转过头。楚天阔一看有戏，连忙把压箱底的消息道出来：弟子查过古籍，那秘境核心有一片万年息壤灵土，乃天地初开的一缕本源土气所化，蕴含无尽生机，是这世间最顶级的神土，最顶级的肥料。话音刚落，你只觉眼前一花，下一秒他人已经被你拎着衣领提到了半空。你双眼发亮，呼吸都热了几分，盯着他一字一句确认：万年肥料，你确定能让我的灵道亩产万斤？楚天阔被勒得直翻白眼，却还是疯狂点头：能，肯定能，别说万斤，10万斤都有可能。你听完立刻松手，把他往地上一放，转身就冲回屋里。等着，一阵翻箱倒柜后，你再次出来时，肩上已经扛了3个巨大的蛇皮麻袋，麻袋上还印着朴实无华的3个字：丰收牌。另一只手里则提着那把被你打磨得锃亮的锄头。你看着还坐在地上的楚天阔，言简意赅：走，出发。半个时辰后，青云宗山门前传送阵亮起，出发的人不多，只有3个。宗主楚天阔神情肃穆，他身边的楚天骄则早已没了当初那股睥睨一切的傲气。自从被瓜子壳钉上崖壁，又亲眼看完你砸船粉碎化神领域之后，他现在看你的眼神已经彻底从不服变成了小迷弟式的狂热崇拜。而你站在队伍最前面，肩上扛一个麻袋，腰上别2个，手里提着寒光闪闪的锄头，脚下还是那双破了洞的草鞋，整个人看起来不像去争仙缘，倒像是去赶集顺便进点肥料。你甚至还有点不耐烦，快点，磨蹭什么？去晚了，肥料被别人抢光了怎么办？光芒一闪，3人消失在传送阵里。下一刻，中州陨仙谷空间扭曲，灵
光散开，扑面而来的便是浓郁的几乎化不开的天地灵气，以及一种和你身上气质完全相反的扑面而来的高级感。山谷内外，宝光流转，锐气蒸腾。天空中有9头蛟龙拉着黄金战车的圣地神子，有脚踏七彩飞剑、白衣胜雪的仙门圣女，还有乘坐白玉楼阁、身边异兽环绕的古老世家传人，每一个都神光内敛，气势逼人，像是生来就该站在众人视线中央。他们的目光很快便扫了过来，先是随意的掠过楚天阔和楚天骄，显然没怎么放在眼里。可当这些视线最终落在你身上，那个扛着蛇皮麻袋、提着锄头、穿着破草鞋，还在东张西望像个刚进城老农的凡人身上时，整个陨仙谷无数道嘲讽、鄙夷以及极度困惑的目光瞬间聚焦了过来。短暂的寂静后，整个陨仙谷直接笑炸了。先是神霄圣地圣子龙傲天驾9头黑蛟拉着黄金战车降临，紧接着瑶池圣女乘白玉楼阁而来，再然后蜀山剑宗首席脚踏古剑，剑气冲霄，一个个圣子圣女登场时，神光缭绕，异象惊人，排场一个比一个大。可偏偏当你扛着丰收牌蛇皮麻袋，提着锄头，踩着破草鞋站在传送石台上时，全场的目光还是齐刷刷落到了你身上。没办法，你这副造型实在太像个进城赶集的老农了。于是四面八方的哄笑声、嘲讽声、鄙夷目光，瞬间就把青云宗3人给淹了。青云宗是没人了吗？怎么带了个种地的土鳖过来？那麻袋是干什么的？准备进去装灵石？哈哈哈，说不定人家真是来松土的。楚天阔脸都涨红了，可偏偏不敢发作。楚天骄却忍不了，当场拔剑，元婴出气的剑意冲天而起，死死指向那几个笑得最欢的家伙。眼看冲突就要爆发，你却伸手轻轻按住了他的肩膀，跟他们吵什么？你打了个哈欠，拍了拍肩上的麻袋，语气认真的像在说天大的正事，保留点体力，一会儿进去多挖点土才是正经事。楚天骄先是一愣，随即竟真把剑收了，安安静静退回你身后。可这一幕落在龙傲天眼里，味道就全变了。在他看来，这分明就是你胆小怕事，拉住了自己宗门里唯一敢出头的人，选择了认怂。没中的家伙，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眼里满是轻蔑。然而下一瞬，他又悄无声息地放出了威压，那是金丹巅峰，却远超同阶的恐怖压力，像一片无形巨浪，直接朝你碾了过来。他要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让你丢尽脸面。结果楚天阔和楚天骄先扛不住了，脸色齐齐一白，像被大山压住似的，必须拼命运转灵力才能站稳。可你呢？你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那股足以压垮山头的威压落在你身上，别说把你压跪，就连你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都没吹动一下，你甚至还觉得有点凉快。先是抠了抠鼻子，又弯腰把草鞋鞋带重新紧了紧，顺便还东张西望，像是在认真观察哪块地的土质更好。龙傲天的表情当场就变了，他先是皱眉，接着又加大威压，甚至把周围空间都压出了涟漪。可你依旧像没事人一样。于是他很快就脑补出了另一个答案：你身上一定有能屏蔽威压、隐藏修为的顶级秘宝，而且至少也是通天灵宝级别。一瞬间，他眼里的蔑视就变成了贪婪。一个土鳖凭什么配有这种宝贝？杀人夺宝！这个念头刚冒出来，陨仙谷中央便猛地炸开一声轰鸣，轰隆隆，千丈空间裂缝毫无征兆的撕开，七彩霞光喷涌而出，浓郁到化不开的远古灵气扑面而来，秘境开了。也就在这时，所有人都疯了，圣子、圣女、世家传人，全都像见了肉的狼，各显神通，争先恐后的冲进裂缝，生怕晚一步仙尊传承就被别人抢走。而你却不紧不慢，你先检查了一遍3个麻袋有没有破洞，又拿锄头往地上顿了顿，试了试手感，最后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扛着东西溜溜达达的朝裂缝走去。可就在你一只脚刚踏进去的时候，吼一声恐怖到足以震碎神魂的龙吟猛地从裂缝深处炸开，下一瞬，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天骄像被拍飞的苍蝇一样，狼狈不堪地从里面倒飞出来，砸得满地都是。你顺手把脚又收了回来，先低头拍了拍麻袋上的灰，然后才抬头看去，裂缝入口处，一颗巨大狰狞的蛟龙头颅正缓缓探出，那是一头100丈长的太古黑蛟，浑身鳞甲漆黑，胸威滔天，气息赫然已经超越元婴，踏入了化神之境。这一刻，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各路天骄全都白了脸。可偏偏仙尊传承的诱惑太大，龙傲天一咬牙，还是先站了出来。这是秘境第一关，联手破它。他一声暴喝，神霄玉龙诀轰然爆发，9条龙形虚影化作紫金光柱，狠狠轰向黑蛟。紧接着，瑶池仙光、蜀山剑诀，各路神通也跟着一起砸了上去。一时间，宝光冲天，法则交织，场面绚烂的向天都要被掀翻。然而结果却尴尬的要命。叮叮当当一阵乱响之后，那些足以平山填海的神通落在黑蛟鳞片上，居然只溅起一片火星。别说破防，连道白印都没留下。仙法刮痧，黑蛟显然也烦了，慢悠悠张开了巨口，不好，快退！龙傲天刚喊出口，一道漆黑龙息就已经扫了出来，没有爆炸，没有花哨，只有纯粹的湮灭。3名躲闪不及的圣地传人，连人带法宝，瞬间化作飞灰。这一下，所有人都彻底怕了，疯了一样往后退，再没人敢上前半步。然而就在这一片死寂和绝望里，你却扛着锄头，拨开人群，慢悠悠走到了最前面。因为你根本没在看蛟龙，你的视线已经越过他，死死定在了他身后的那片土地上。远古法阵中央，10亩左右的5色领土正在微微发光，生命气息浓得几乎要溢出来，万年息壤领土。你眼睛一下就亮了，你盯着那头挡在你和肥料之间的大黑蛟，眉头越皱越紧，最后实在忍不住，冲他喊了一句：“长这么大个，挡着我挖土了，起开！”全场死寂。龙傲天差点没当场笑出声，这土鳖居然在跟一头化神凶兽讲道理。结果下一瞬，黑蛟直接怒了，龙尾带着撕裂空间的音爆，当头朝你狠狠抽了下来。这一尾巴，别说金丹元婴，连空间都被抽出了褶皱。楚天阔心都凉了，差点闭眼。可你连躲都没躲，只是在龙尾即将砸到头顶时，
时，不耐烦地抬起右手，然后一把抓住，扑哧一声闷响，那足以把元婴修士连人带魂抽成粉的龙尾，就这么稳稳停在了你手里。所有动能，所有威势，在碰到你手掌的瞬间，全都像泥牛入海，消失得干干净净。全场所有人嘴都张成了圆的。抓住了，徒手。黑蛟自己都懵了，他疯狂扭动，想把尾巴抽回去，可偏偏被你捏得死死的，像被一座太古神山镇住，半点都动不了。你被他甩得有点烦，手臂一紧，腰身猛地一拧，给老子起！轰！下一瞬，那头100丈长的化神黑蛟竟然被你硬生生抡离了地面。你抓着龙尾，把它当成一根巨大的鞭子，在半空舞成了呼呼作响的黑色大风车。龙傲天身边那个先前笑你最欢的追随者，当场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然而这还没完，你一眼看见了那座护着万年息壤的远古法阵，想也不想，抡着手里的黑蛟就砸了过去。砰！第一下，法阵狂闪，黑蛟惨叫。砰！第二下，法阵满是裂纹，黑蛟鳞片都碎了。砰！第三下，咔嚓，远古法阵当场炸裂，而那头可怜的黑蛟也被你震得气息全无，直接晕死了过去。你随手把它往旁边一扔，像扔一条死蛇似的。紧接着，你扔下锄头，迫不及待解开丰收牌麻袋，又从里面掏出一把小铲子，蹲下去就开始疯狂装土，哗啦啦，哗啦啦，清脆的铲土声在整个陨仙谷里显得格外刺耳。而所有幸存的天蛟看着一旁昏迷不醒的化神黑蛟，再看看你蹲在地上满脸幸福的装土，脑子已经彻底不够用了。龙傲天脸色煞白，整个人都在抖。他原本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个土鳖，结果现在他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个怪物。可偏偏就在你挖土挖得正起劲的时候，整个秘境突然又变了，轰隆隆隆，大地开始疯狂开裂，你脚下的万年息壤，整座陨仙谷统统都在震。紧接着，一道深不见底的漆黑深渊自地心撕开，血色雷霆取代了天空，一股比黑蛟还要恐怖100倍、1000倍的古老邪气从地底轰然爆发。下一刻，一道阴冷狂妄的笑声直接在所有人灵魂深处炸开。结，万年了，整整1万年，本座终于重见天日了。什么狗屁仙尊传承，不过是本座部下的一点鱼饵，用来引诱你们这些时代最鲜美的血尸罢了。所有人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骗局，这秘境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很快，一尊高达万丈的恐怖虚影从深渊中缓缓升起，他看不清面容，只有2只如黑洞般的眼睛，随便扫人一眼，就让楚天阔这种元婴修士都神魂欲裂。有古老世家的传人认了出来，直接瘫倒在地。吞天邪仙，这是被初代仙尊镇压在此界的吞天邪仙残魂，而吞天邪仙似乎很享受众人的恐惧，他先是一抬手，轻描淡写抹掉了秘境入口，接着所有人都本能的捏碎传送玉简，结果毫无反应，出口没了，秘境被彻底封死。也就在这时，刚才还一个比一个高高在上的圣子圣女们彻底崩了。龙傲天第一个跪下，吓得浑身瘫软，疯狂磕头：邪仙大人，我乃神霄圣地圣子，我的血脉对您一定有用，求您饶我一命。瑶池圣女也花容失色，哭着喊着愿意为奴为婢，其他人更不用说，一个个战战兢兢，丑态百出，把修仙者的脸都给丢尽了。吞天邪仙满意的笑了笑，随后猛地一吸，几名跪在外圈的金丹修士连反应都来不及，身体瞬间干瘪，精气神连同神魂一起被抽成血色流光，直接吞入他口中，地上只剩下几具干尸，绝望彻底蔓延。而这片鬼哭狼嚎的绝境里，偏偏只有你，画风还跟别人不一样，你根本没空听他废话。你现在最烦的是风太大，那股邪风呼呼乱刮，吹得你眼都睁不开。最重要的是，他一直想掀你的麻袋，于是你先死死抱住刚装了小半的丰收牌，又顶着风把袋口扎紧，最后还从旁边抠了块大土克拉压上去，生怕里面的肥料被吹跑一粒。这一幕自然也落到了邪仙眼里，别人在跪，别人在哭，别人在被吸成人干，可你一个毫无灵力波动的凡人，居然蹲在那儿护着一袋土。吞天邪仙不高兴了，区凡人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话音落下，他双手结印，直接施展出了超越此界法则的禁忌仙术——大因果剥夺术。下一瞬，无数肉眼不可见的虚幻丝线自四面八方虚空中钻出，瞬间缠住了你的四肢、脖颈、眉心，那是因果线，牵扯着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按理说，一旦收紧，你整个人都该从时间长河里被彻底抹去。楚天阔和楚天骄看的心都凉了，龙傲天却像抓到了最后一点安慰，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因果律攻击，这次你总该死了吧？结果1秒过去了，10秒过去了，1分钟过去了，你还站在原地，别说化为虚无，连衣服都没多一道褶。吞天邪仙都傻了，他明明能感觉到因果线已经缠死了你，法则也在全力发动，可偏偏就是抽不动你。那感觉就像想用蛛丝去拖一整片宇宙，而你也终于发现不对了。你低头看了看身上这些黏糊糊、勒得你胳膊腿不舒服的玩意儿，眉头一下就皱了起来。在你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因果法则，而像是谁家的熊孩子在你身上缠满了蜘蛛网，严重影响你干活。于是，在全场所有人快要炸裂的目光里，你伸出那双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还带着新鲜泥土的大手，对着那些本应无形无质、唯有神魂可感的因果线一把抓了过去。吃啦！那些法则构成的丝线，竟真的被你牢牢攥在了手里。吞天邪仙当场发出一声尖叫，这不可能！因果线是法则的具象，凡人的肉身怎么可能触碰法则本源？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你根本不理他，只是拽了拽手里的线，感觉还挺结实。然后你抬头看着他，一脸不爽地问了一句：“喂，你这什么破线？缠着我干嘛？你再给我织毛衣吗？”这一句把全场都干沉默了。瑶池圣女直接一口气没上来，当场晕过去。龙傲天大脑一片空白，连口水从嘴角流下来都不知道。因果律，那是因果律啊！结果你管这玩意儿叫织毛衣。然而你显然不打算继续废话，你双手猛地攥紧了那些因果线，手臂上的肌肉瞬间绷起，像沉睡的太古囚龙在这一刻一起苏醒。下一瞬，纯粹到极致的力量顺着你双臂轰然爆发，整个秘境都开始颤抖，不是因果线在抖，是整个世界在抖。天空血雷瞬间熄灭，大地疯狂皲裂，空间像镜子一样布满裂痕。更恐怖的是，吞天邪仙那万丈虚影正顺着这些因果线被你一点一点的从高天之上往下硬转，你脚下的大地轰然下陷，双臂彻底跟张，然后发出一声低喝：“给我断！”下一秒，嘣
嘣，这一声不是在空气里响，而是直接在所有人生魂最深处炸开。紧接着，成百上千、数都数不清的断裂声连环爆鸣，那些代表存在与命运的因果法则之线，被你用最纯粹、最野蛮、最不讲道理的方式，硬生生全部扯断。吞天邪仙如遭万锤齐砸，万丈虚影瞬间爬满裂纹，一口本源直接喷了出来，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惊恐和哭腔。而龙傲天也在这一刻彻底崩了，他扑通一声跪下，对着你疯狂磕头，连尊严都顾不上了。其余幸存天骄见状，也像找到了唯一的活路，纷纷朝你跪下，拼命叩拜。这一刻，他们不再是什么圣子圣母，他们只是被神迹吓碎了道心的凡人。可偏偏吞天邪仙也彻底疯了，他看着下方齐刷刷跪向你的众人，最后那点理智被羞辱和恐惧一起点炸，直接嘶吼出声：怪物，你这个怪物！既然本座活不成，那这个世界、这些血石还有你，就一起为本座陪葬吧！话音落下，他猛地撞向秘境天空，以残魂献祭天地，硬生生启动了灭世磨盘大阵。嗡，整个秘境瞬间进入末日，天空像玻璃一样崩塌，露出后面深邃死寂的虚空，大地向地心疯狂沉陷，一座由无数空间法则碎片构成的巨大黑色磨盘在秘境中央缓缓成型。它每转一圈，就有无数空间裂缝被甩出来，像一台绞肉机一样切碎山川、河流、草木，所过之处，一切都被湮灭。楚天阔和楚天骄拼了命抵挡那无处不在的空间切割，脸都白了。而你呢？你还是先低头看了眼自己那半袋辛辛苦苦挖来的万年息壤。你想的很简单，先把袋口扎好，再离开这个疯地方。可谁知道，偏偏就在你弯腰的那一刻，一道格外巨大的空间风暴从你身侧呼啸而过。你本人纹丝不动，可你脚边那个印着丰收牌的蛇皮麻袋却一下被卷了起来。那刚装了小半袋，还散着五色宝光的万年息壤，在半空中划出一道无比刺眼的抛物线，然后哗啦一声，尽数被吸进了旁边那道漆黑深邃的空间裂缝里。裂缝瞬间闭合，半袋土没了，连麻袋也一并没了。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周围空间在塌，大地在沉，邪仙在狂笑，天骄在哀嚎。可你的世界里只剩下一件事，你的肥料没了。下一瞬，一股比灭世磨盘还恐怖万倍的煞气猛地从你体内苏醒，磨盘停了，空间凝了，邪仙的笑声也像被掐住脖子一样戛然而止。所有人都从灵魂最深处感受到一种无法理解的恐惧。你缓缓抬起头，那双原本清澈的眼睛不知何时已经化作一片深不见底的血色深渊。你死死盯着高天之上的黑色磨盘和磨盘后面瑟瑟发抖的吞天邪仙，一字一顿的开口：嗨，我的土！话音落下，你右拳缓缓握紧，骨骼与肌肉摩擦，竟然发出了宛如宇宙开辟般的雷鸣。然后你根本不管什么法则、什么大阵、什么仙术，直接把最纯粹的愤怒全都灌进了这一拳里。别跟我整这些虚的，吃我一拳！这一拳打出去的时候，拳锋前方的世界直接不讲道理的没了，光没了，声音没了，空间和时间也没了，全端只剩下一个纯粹漆黑的小小空洞，仿佛无本身降临世间，而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否定周围一切存在。于是，那座由空间法则碎片构成的灭世磨盘，在碰到这拳的瞬间，没有爆炸，没有巨响，甚至没有挣扎，就这么从边缘开始被无声无息的抹去。接着，黑洞触碰到了吞天邪仙，这位布局万年，差点坑死整个天蓝界顶级天骄的古老邪仙，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连同自己的因果、记忆以及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一起被彻底碾进了虚无里。不是灰飞烟灭，而是直接被删除了。可这一拳还没完，拳锋在抹去磨盘和邪仙之后，继续向前，狠狠撞上了秘境壁垒。咔嚓一声清脆的令人头皮炸裂的巨响后，整片血色天空像镜子一样裂开，亿万道黑色裂纹瞬间爬满整个秘境。下一刻，整个独立小世界被你从内部一拳打散，空间碎片四散飞溅，所有人脚下一空，齐齐往下坠去。在睁眼时，所有幸存者都像下饺子一样重重摔回了中州陨仙谷，而天空之上则多了一个巨大的漆黑空洞，像是有人硬生生从天上弯下来一块，触目惊心。龙傲天、瑶池圣女、楚天阔、楚天骄，所有人都瘫在地上，浑身发抖，连抬头看那黑洞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偏偏这时，废墟里传来一阵拍灰的声音，你骂骂咧咧的从碎石堆里站了起来，手里还提着半截印着丰收二字的破麻袋，袋口烂得不成样子，里面空空如也。你低头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看四周，越想越气，可恶，什么破秘境，土质又差，还刮这么大的风，白瞎我半天功夫。说完，你把那半截破麻袋一扔，扛起那把从头到尾都没离身的锄头，转身就准备走。而你这一动，四周那些刚刚还在地上瘫着的圣子圣女们，立刻像见了鬼一样，连滚带爬往后缩。你往前一步，他们就让一步，最后整个陨仙谷竟硬生生给你让出了一条宽敞大道。所有人都把腰弯到了90度，低着头，平着气，连大声喘气都不敢，活像在恭送一尊行走在人间的远古神祇。楚天阔和楚天骄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老老实实跟在你后面。而楚天骄越走，眼睛就越亮。他先是看着你扛锄头的背影，再抬头看看天上那个巨大黑洞，脑子里像有雷炸开一样，突然整个人都悟了。什么剑道，什么法则，什么神通，都是虚的，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花里胡哨皆为虚妄。他嘴唇哆嗦着，激动的浑身发抖，嘴里不停念叨：我懂了，我终于懂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万物的起点不就是吗？力就是那个。从今天起，我不练剑了，我要去举铁，我要把每一分灵力都用来熬练肉身。而你根本没空管他悟歪了什么，你满脑子都还是那半袋飞走的土。等你回到青云宗后山小院时，天色已经有些暗了。虽然丢了半袋万年息壤，让你心情一直不太好，可偏偏等你翻了翻那半截破麻袋，居然在底部抖出了一小捧五色灵土，不多，但聊胜于无。你眼睛当场就亮了，立刻把这点金贵的不能再金贵的肥料小心翼翼撒进了灵道田里。果不其然，那几株灵道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翠绿欲滴，叶片精神的不行，连生机都明显厚了一层。你这才总算露出一点欣慰的笑，至少这一趟没算白跑。然而就在你心满意足，准备转身回屋做饭的时候，轰隆一声沉闷雷鸣忽然自9天之上传来。你一抬头，脸色顿时就不太好了。原本晴朗
晴朗的夜空，不知何时已经被一片巨大无朋的9色劫云彻底笼罩。云中雷蛇狂舞，电光乱窜，一股足以让整个天蓝界所有生灵都为之战栗的煌煌天威正在一点点压下来。你盯着那片劫云，眉头越皱越紧，脸上满是显而易见的担忧和不爽。搞什么？这天怎么说变就变？又要下大雨，我这刚施的肥可别给我冲没了。而与此同时，天蓝界之外，无尽混沌虚空之中，一座悬浮于时间长河之上，由无数星辰骸骨铸就的宏伟仙殿内，一双紧闭了不知多少万年的巨大眼眸猛然睁开，那双眼中没有情感，只有纯粹的秩序与威严。紧接着，一个宏大、冰冷，仿佛就是天道本身的声音，在整片仙域回荡开来。下界竟然有人用纯粹的肉身之力，打碎了本座当年布下的因果法则网，体修之路早已被本座亲手封死。此界怎会出现这等异术？断不可留！传令，降下9霄神雷灭世大阵，抹杀此界，修正因果。